我们先看这个导弹，首先呢，不完全是印度能够自主研发。第二点，它体现了美俄的博弈。第三点，这些武器装备数量毕竟非常的少，作为菲律宾而言，很有可能是为了炫耀，而不是为了去和中国作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菲律宾从印度购买了3套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导弹。对于这件事儿呢，很多的人呢有不同的看法啊。有的就说，哎呀，这个菲律宾现在跟中国在南海啊岛礁上，特别是黄岩岛啊这些岛礁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啊。那他现在从印度买了这个布拉莫斯这样的先进导弹，射程可以是几百公里啊，而且美国也帮着吹，说这导弹厉害，说这架起来之后啊，可能这个就让中国害怕了啊，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就是菲律宾购买布拉莫斯导弹呢，就认为他买了3套，这个是针对中国的。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菲律宾要进行大选了，那么当年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当初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杜特尔特总统是反对的，说咱们本身国防就没有什么钱啊，你还买那么就是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那其他的这个装备就不买了，其他的国防建设不搞了，所以是反对的。那现在是不是这个随着大选的到来，那么这个另外的党派或者是其他的人员，就通过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来跟杜特尔特总统就是对着干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企图啊？就是把这件事儿呢和菲律宾的大选结合起来了。我呢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啊。首先呢，我认为菲律宾呢买这3套装备吧，不是针对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这3套装备首先部署在什么地方啊？因为本身就比较少，价格又非常昂贵，3亿多美金呢，这对菲律宾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啊。买了之后，那肯定跟宝贝疙瘩一样啊，那得保护起来，放在哪儿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说他想拿这样的就是超音速的导弹来对付中国的话他只有3套，而中国他很清楚无论是从海上就是舰艇上发射这种导弹超音速导弹就冲压发动机嘛，还有就是从陆地上发射这种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这种导弹我们都有，而且还不只是3套，恐怕30套、300套都有。那么你3套打完了，别人那个300套你怎么来应对？再有一个，就未来的军事行动而言，它是一个体系的对抗。如果你导弹还没打出去如果要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话，还没等你打呢，人家可能把你的导弹阵地或雷达阵地都给毁了，就让你打不出去。所以我说，菲律宾买这3套导弹，绝不是要跟中国对抗这是第一个观念。那么他买了这个干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呀，这个导弹呢，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它是在原来就是苏联或者俄罗斯就是宝石800这种型号的导弹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它有3个关键的要素，一个是冲压式发动机，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导航的系统，还有材料等等。那这样一来呢，核心的这些技术都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就是印度，你别看他把这样导弹卖给菲律宾了，但是如果说俄罗斯想卡他的话，他一点招都没有。所以我们讲这个核心的技术掌握在俄罗斯的手里这是第二点。那为什么美国现在要说这套设备好呢？因为美国是想借机就是说菲律宾买了之后是对付中国的。实际上菲律宾拿它就是这样的装备，你看他的国防部长马上大肆炫耀，说我们现在不但都是一些落后的装备，我们也有先进的装备了。我觉得呢，就是这种炫耀或者显示的意味更浓，就是我现在装备不但有这些落后的二手货，而且我也有这个新的你看超音速的导弹，我觉得呢，就是把自己的国防呢，作为一个橱窗或者一面旗帜给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菲律宾也有好的武器装备，我觉得这种展示的意思更大。而且呢，我觉得这件事体现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想让菲律宾更多的
买它的武器，而俄罗斯呢是在跟美国竞争这个武器装备的市场，所以他知道菲律宾买了这个武器不会打俄罗斯啊，也不会打中国，只是他在跟美国抢这块蛋糕。那么至于菲律宾国内的大选这个事情说是买了之后，就是怎么样，对杜特尔特总统或者对什么国内大选，我看未必，因为杜特尔特总统也可以说你看我们为了增加自己的防御能力也买了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反对派呢，他也可以说，你看这个我们有了这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菲律宾的这种能力或者是军力所以我觉得呢，就通过这件事儿我们先看这个导弹，首先呢，不完全是印度能够自主研发。第二点，它体现了美俄的博弈。第三点，这些武器装备数量毕竟非常的少，作为菲律宾而言，很有可能是为了炫耀，而不是为了去和中国作对。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